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要爆啦！我是，对，我是提留比长寿村的四毛先生，我是宝奇啊，我是山姆。山姆你好，今天我们要访问的对象是山姆先生，Sam，对，他是有着100路经验的男人，所谓100路就是露营100次，超过100次，超过100次的，对，因为100次之后就没再算了啦，对，直接就是啊，反正就是这样子了，后白就一样了，太厉害了，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会围绕在几个轴心，主要是创业，还有对于露营的热情，以及这份热情跟你生活之间怎么去做平衡。那我们首先想要先问 Sam， 你的露营生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露营大概是，其实从以前的小时候露营并没有说特别喜欢，反正跟爸爸妈妈去，然后他们其实那一代的露营都很克难，然后唱卡拉 OK， 但是就有个印象就是反正就在外面，然后就是吃喝玩乐这样子。但是真正开始有在露营的那种体验呢，其实是大概在我那个时候去英国读书，然后去英国读书之后，我们就自助旅行到北爱尔兰。然后就你知道穷学生嘛，你们住不起什么高级的饭店，所以我们就租了一台那个露营车，然后就发现在北爱尔兰居然有一种东西叫露营地图啊。那露营地图里面，它把所有的营区啊，沿海沿线啊，山区的那个营区啊，全部标记出来，3颗星、5颗星、4颗星，然后里面还有健身房、卡拉 OK 厅啊，可不可以插电啊，有没有游泳池啊，全部就一个表格出来，你知道吗？是一个 APP 吗？不是，它是一张 map， 一张真正的纸。我当初那个是大概在2010左右，2010年硕班的时候，对，硕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去英国读硕班，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我老婆去自助旅行，然后自助旅行的时候就去租了一台那个露营车嘛，然后对露营车的老板就给我们一张这个 map，因为它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你在车子上所有的用电，车上有冰箱啊，要用电啊，用水啊，然后你要把马桶去清洁啊等等的，你需要那个 map 才知道哪边地方你才能去落点，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自助旅行，然后沿海，然后沿着那个海岸线这样走，然后各个就是开始爱上那个露营的感觉，就是你一早起来，然后就是日出在你眼前就这样，哇，整个就亮起来这样子，然后那个一望无际的那个海岸线，然后你知道那个大学生当然是时间不会是6日嘛，所以人就很少，整个营区就几乎只有你们2个人拥有这样子，然后那个感觉真的是超棒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夫妻2个大家就开始喜欢这样露营这件事情，但其实后来回到台湾之后，一直就没有机会。我想问一下，就是刚你那一张纸是在什么地方拿到？是北爱尔兰，我那时候在租露营车的时候，在那个店里，老板给我的，所以那个时候开关就打开了。你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回忆哦，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回忆，然后包含到我的那个英国的毕业旅行，我们也是到挪威的一个那个小岛，然后去做也是自助旅行，然后也其中有几站也类似是住那种他们的渔人小屋，然后类似露营野营的感觉的。那时候也有藏宝图吗？还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藏宝图，那时候全部是靠手机的。那个时候还在拿那个 Google One 那个中间一个小圆球那个手机的那个年代。OK， 那其实回台湾之后其实就没露营了啦，因为回台湾之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回来该上班干嘛，然后也接着我的第一个孩子就生下来。了解，那个时候的露营主要是跟太太，还是有跟各个朋友？你说前期在国外的时候吗？对，在爱尔兰的时候。在爱尔兰就是跟我老婆而已。主要是跟就是2人的约会，好棒哦。也这么讲也可以算是，因为说真的，露营这件事情不是随便一个 partner 可以就跟你去玩的，你要玩得起的人，因为你那个所有的东西吃喝拉撒，然后都是有点半克难的性。当然那个已经很舒服，在住在露营车上已经很舒服，但是毕竟比你躺在旅馆里面不舒服。但是你要能够喜欢上这种感觉，你看半夜你可以把那个。就突然就是半夜起来上厕所，然后冷得要死，但是看到天空有满天的那个银河的时候，那你会有办法心动，而不是骂说为什么我半夜这么冷还要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没办法，因为你毕竟车上那个半夜上厕所你是要下车子，然后在寒冷的北欧的那个北爱尔兰的海风下，然后跑到厕所里面去。那时候旁边会有别人吗？还是有一些老太太，有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因为那个是非假日。
所以我们回来就是说，变成开始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其实一直到我小孩子大概大儿子到小班的时候，然后班上开始有人在揪露营，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想，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拾我们露营的心啊？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对台湾露营其实没有太好的感觉。了解。然后一直到我小孩子家长揪露营这样子哦。家长开始揪露营，哇。对，开始就家长有喜欢露营的人。对，开始有，因为我老婆选的学制都是比较偏体制外，我们的小学不教我们的幼稚园大部分都教 ABC 啊、b m 啊，我们都不教，是那种自然小学的那一种，有点类似那种风格，但是它所谓的方案式教育，它重点在于小孩子去探索。所以，既然是这个主题的，我们就会更喜欢带小孩子去大自然。OK。那去大自然里面，我们自然最快直接的方法就是露营。所以同样性质的家长就会聚在一起，就会一起玩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开始有家长要约，我们就开始准备设备，然后开始有第一顶的帐篷，然后也不会搭，不会干嘛的，然后到外面去开始去玩，然后开始发现说，台湾的露营圈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在露营的环境里面。该有的水，该有的电，然后甚至那个床铺不是凹凸不平的地板，有站板，有草地，然后小孩子可以在那个大自然里面找到各种宝藏，包含到树叶啦、果实啊、虫啊，甲虫也有啊，对啊，甲虫是最基本的啊，然后蝴蝶呀、螳螂啊，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都会被他看到。所以回到台湾之后，变成用搭帐篷的方式。对，在爱尔兰主要是在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用租露营车的。在台湾其实比较不适合开露营车，或者说台湾的露营车成本比较高。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家3口，然后开始露营，然后跟班上同学开始露营，所以就像你回答那个问题，就是从真正在台湾爱上露营，就是跟一群有志同道合的家长一起出去露营之后开始。大概有多少个一起？我们那一团最后成长到最后，大概有将近10个家庭。那不是每次很大团对，所以我们之前最夸张的，曾经有办过50帐的团露。50帐。那但是我们最原始的这一团大概就在10帐左右。10帐也是蛮多的。10帐每一家4个人，我们那一团都平均大于2的生育率啊，平均大于2。这样子跟你以前2人搭的这种乐趣会不会完全不同？那还是你搭，小孩子又不会搭。我是说，以前那样子你比较喜欢，还是说人很多的？没有，它不一样的玩法啦。因为你以前当然是牵着老婆手看星星，现在牵着小孩子手去溪里面抓鱼啊，就那种玩法是不一样的。是。那我本身也是对我老婆常说我是误入电子的生物学。专家这样子，我很喜欢研究台湾各式各样的植物啊、动物啊。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说，甚至于，就算我记不起来，我会用各种方法查书籍啊，或查那个图库，就知道这是什么虫，这是什么叶子。对。然后小朋友会跟着这样子有兴趣之后，他们慢慢探索，一起探索。所以我的整个露营开始就是从跟小班的那些家长开始之后开始往前推。是在回来台湾之后，大概5年之后。就是小班，对，因为我生下来到小班。我儿子现在刚好今年已经小6嘛，那他大概小班的时候，大概是在小班是4岁嘛，所以大概现在的8年前嘛。对，你7、8年前几个孩子？我3个孩子。三个，那个小班是最大的还是最小？我们现在已经6年级了，最大的。最大的是6年级。对，然后我们就从这样子开始有第一个小孩，他6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女儿啦，所以他小班的时候女儿大概就是小班是4岁嘛，所以小女儿大概2岁。我们在这个阶段，然后就带2个小孩一起在露营开始，然后后来加上第3个小孩之后，中间大概停半年。我们很疯啊！我们在停半年就开始付出了，就带着小孩，每个月就2路之类的嘛，每个频率差不多1个月2路差不多，因为要100路至少要几年，这样子要要5年就有啦。如果1个月2路，而且是不间断的，我们几乎每个月都有，因为自己也要录，然后朋友也要找，同学也要找，然后小孩子到最后。一开始还有一个小孩的那个班级要找，妹妹也上小班之后，妹妹班级的小孩也要找，然后班上的小孩跟我自己的同事要找，然后就几乎就是可以这样排完1整年，我们最少1个月都1路，
最少1个月1路，那多数是2路，甚至于会有曾经最夸张，不小心有一个营区叫那山那谷，算是一个蛮有名的营区，它接近花莲，在花莲，其实很远，但是大家都说那个地方很漂亮，很好玩。那我们之前有一阵子都完全抢不到，但不晓得为什么一个机遇之下，我抢到之后，连续后面几次我的朋友都约到那边去，所以我们光那个点，我们1个月就去3次。哇，同一个点去，对，同一个点去3次，我们那1个月，我的车上的装备完全没有卸下来过，反正把它丢车上，然后就去，然后再去到那个路都已经很熟了。对，那这样100多路大概有几个地点？会不会有些地点重复？我们大概重复了，大概但70-80个绝对没问题。有7-80个地点啊，7-80个地点大概不会有问题。所以大概台湾，但现在很多新兴的营区，我很喜欢探索新营区。但是台湾的知名的营区啊，像什么刚才讲那山那谷啊，那个樱花的时候要去找什么鹿林道啊，然后大团路的那个不远山庄也是个50-60路的那种大型的营区啊。那基本的传统的营区大概有，但是少数有几个我怎么抢都抢不到的，可能马那邦、昆虫之心，那个就是那个他是以昆虫假装，然后那个老板很喜欢假装，然后自己有自己的标本室，那个我就一直抢，那个我一直抢不到，那个我一直抢不到，像那种就会去不了。但是大大小小的露营区啊，台北市近郊一直远到南投，我大概到南投就会划线，是，然后大概远到南投，我大概都有路过。那花东最远到石梯坪。17坪，石梯坪，对，到石梯坪去。哦，可能这个离岛有得路吗？离岛有，但是我们离岛大部分还是住民宿啦，因为离岛你要去的时间跟成本都还蛮高的，所以如果你突然就是，而且重点是离岛你就要去。就是放松一点玩嘛，然后离岛还要玩水，还要干嘛的？那你还要去帐篷，那真的很难收拾啊，太累了。然后你要背一堆装备，我们其实很疯了。就是如果其实我自己有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如果你看到我去绿岛那一集就知道，我还打包了一个推车的一大箱，因为我们家5个人口嘛，那我老婆又对一些卫生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带自己的防寒衣，带自己的蛙镜，整套设备，然后浮潜设备能够带到那个绿岛去，其实那已经够多了，根本带不下帐篷了啦。对，所以那个重点是在于说带不下，装备拿不了了。那在这中间，你露营的过程中，让你开心的事情跟让你太太开心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还有你孩子，他们分别针对哪个层面是觉得这露营很好玩？其实露营这件事情大概是对大人而言最直觉的好处就是换个地方喝酒，有人对，然后跟有人团队性的帮你顾小孩。台北市的轮流顾这样子，对，因为我们在台北市里面，或者我们上班的时间，其实已经都把我们的人跟孩子都已经隔离开来。对。然后很少有那种以前那种眷村或乡村那种，一下课就一群爸爸妈妈就是混在一起，甚至台湾现在吃大锅饭的那种感觉，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是所以我们就会回去吸引我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去之后，小孩子他们一群人在那边玩，然后我们只要出1-2个爸妈协助去看那个小孩子，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玩，他们可以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些他们可以很放松的去玩，我们也很放松的去喝，因为也是不错，很有人顾的嘛。你说喝酒，等下直接醉倒。我们最夸张，有人家长从下午3点开始喝到凌晨3点，然后就直接瘫在那个椅子上，到隔天天亮了就没进入，连帐篷都没进去的。哇塞！啊，我自己都还有就是这样子，小孩应该是要至少过喂奶期。建议是不是这样？没有，还是说我要那完全是看爸爸妈妈对小孩的耐受度怎么样。因为像我们那一团里面也有，我们有一张照片里面就有3个妈妈各背着一个6个月大的小孩。我们就背在身上。那我们那3个妈妈都 OK， 他们都有办法在露营圈。不过这3个妈妈几乎都是3宝妈了。哇塞，已经很有经验了，对，就不怕小孩子啊。那种就是大概只生1个、生2个，那个他们大概就要撑到1岁之后，可能就要赶到那个外面去，至少断奶。对，不需要再喂奶的问题。对，这倒是。然后你刚才聊到说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其实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换地方喝嘛，然后然后再来就是爸爸妈妈们会去聊学校啊、小孩的一些状况嘛。对，因为你有时候。你听你小孩讲，然后有时候会听到他们打打闹闹什么事情你不太晓得，但是透过
对，透过那个场合里面，大家边喝边聊的过程中，知道哦，原来你那件事情是这样子，小孩子的话是这样流出来的，这样子。哦，所以是交流，在交流啊，然后搞清楚每个小孩在家里面在玩什么，然后我们有玩水的啊，就小孩子就在水池里面玩得很开心啊，然后甚至钓鱼的园区啊，我去教小孩钓鱼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整个露营里面对每一个人好玩的地方嘛。那像刚刚有聊到那个喝酒这件事，我们就讲我们有一个很呛的经验好了。有一次我们在应该是南投的一个露营区，南投那露营区里面，那个老板说，只要这个山里面，你看得到的木头，你都可以捡去烧，都可以捡去烧，你都可以捡去烧。然后呢，我们就捡到了一节木头，那一节木头大概就是这么粗，然后大概这么大节。OK，然后我们捡的那节木头呢，我们就开始回来想要锯掉，然后来烧它。我发现砌了很久，怎么都锯不下去，然后要劈它也劈不动。然后开始觉得不太对劲，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有爸爸喝多，你知道吗？他喝多了之后就觉得，闻那个木头像，这个木头怎么这么像？这是不是 Hinoki 啊？这是快木啊？然后开始就觉得有一些幻想，我是捡到宝了，对不对？在里面捡到宝，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甚至就单纯想说，也不知道嘛，不能把它还是把它来烧。那时候就有爸爸提议说，那我们试试把那个银钉。因为我们有学过一些露营的技巧，就是把银钉插到木头里面，然后插个几根，劈个几根，它就啪就裂开嘛。对。结果呢，我们就插进去，然后那根银钉就拔不出来了，拔不出来，它也不裂开，它也拔不出来。哇！然后就有爸爸，那个已经喝醉的爸爸，你知道吗？就拿了这一根，就是到底是什么木头跟银钉拿去旁边摔啊、敲啊，甚至把自己弄受伤了。还把自己不为所动，太恐怖了。那最后怎么办？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后怎么办？最后我们隔天大家有点醒了之后，然后他开始发现这块木头应该不是快木，但是我们也说不出来，它有很香的香味。然后我们就带下山，然后我自己还觉得应该是快木吧，我是觉得这么觉得哦。然后带下山给我爸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不是，这个味道不是快木。如果Hinoki，这绝对不是米嘛，没这你叫你钉啊，然后也不会这么硬就开始去推敲。后来我们就问营主，我们拍照问营主说，它是一种叫肖楠木。肖楠木是一种很硬的木材，所以我们那边砍半天、劈半天都动不掉。所以你看，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桌垫，有没有？我要讲的就是它的故事啊，就是这个吗？后来我下山之后，就把那一根带回来的木头去请我爸，请人家把它劈成这个桌垫。听说为了要做这个桌垫，把人家弄坏好几把刀。我们看到底有多硬？哇，真的很硬。它上面写了一个 OB Chop， 真的很硬就是当初有没有这边有一个木头，上面插一根银钉，就是当初象征我们的那一块木头。然后欧北敲，对，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有，因为那个时候就在玩创意，所以对商标这件事情就会很有反应，所以就先把这个商标先注册下。先才去注册，你们就先去注册，先去注册下。那还有出别的相关的吗？目前是还没有，但是现在有新的品牌叫 Go Chill 的那个微笑的那个露营的那个系列，很棒。这一个就 Go Chill，不过这个没有任何商品化，纯粹就是把它雷标，然后丢到我这个木头上，然后我们那一天。所有去露营的，所有喝醉的那群爸妈们，每人一块，一人分一块，然后就做纪念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一块这种黑白敲的这个，所以它本身是不能拿来烧的吗？可以啦，其实只是肖楠是很硬的木头，一般也不会拿来烧，烧也是可以啦。这个也不行，这个是敲的。要带斧头，斧头也敲不下去。我们有斧头，我们有斧头，我们有锯子。那锯子光你看小这样一圈。小圈，如果它是龙眼木或什么木，其实锯就下来。我们锯好久，直着锯、横着锯，弄半天，锯半天它是锯不开。因为肖楠木真的很硬。哇，刚好挑到一个肖楠木。对，那个肖楠木厉害。然后烧起来就很香。是。那你刚刚说总共大概有70-80个地方去露营过了。对。那在这所有的露营区，你有没有一个你觉得最梦幻一品的地方？就是你。觉得最给力的，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美啊。那我大概你个人最喜欢，我大概点几个，就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的地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看日出的
露营区，就是往东海岸去找。为什么？因为东海岸本来就是我们第一道曙光嘛。看日出。刚才讲石梯坪为什么最远去啊？就是为了要去看海岸线日出的那个瞬间。台湾的第一道曙光从海面上的起来的那个样子，所以石梯坪那附近露营区这是第一个。石梯坪。好，这个露营区呢，其实有一点点挑战，因为夏天真的非常的热，然后冬天又有风。东北季风下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是蛮挑战的。那再来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每个露营的圈子人都可以去打的地方叫做福寿山露营区。福寿山。对，福寿山是最高的露营区，就车子开得到最高露营区，不是登山的，是车子开得到。那福寿山呢，它有水没电。是有动物园那边吗？不是，那个是寿山。寿山动物园在高雄，差一个字。福寿山在那个在哪里呢？它应该隶属于台中嘛，在台中那边。它隶属于台中，但是它一路要从台北去的话，会走宜兰，然后走到宜兰，走到武陵，再过到梨山，梨山才到福寿，武陵到福寿山。对，然后福山再过去可以到梨山这样子。OK， 然后这条线其实很好玩的地方是，你到福寿山之后，如果你体力够，你隔天可以去爬台湾的那个合欢山的百岳里面的东峰，然后那边有合欢山东峰，然后还有石门山，百岳就可以顺便去捡一下百岳，那很轻松就可以捡到百岳，因为但是那边也是那有一个武岭是那个公路最高点。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条线，然后一路再从台东回来，从台东从清境下日月潭回来，这条路线我觉得很特别。一乱要多少天？通常2天1夜就可以，但是2天1夜就这么硬的，通常建议要3天2夜啦。3天2夜，对，会比较好。然后这是刚刚聊到，就是第一个就是最远的，然后那个日出最漂亮，大概就是最高的嘛。那再来的话就是。台湾很多森林系落羽松啊等等，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对，落羽松这个蛮多地方的，这就没有什么限定。那再来就是另外季节就是樱花季，樱花季就蛮多什么我讲鹿林道的露营区是每年几乎10月份都要抢的，228的时节就是10月份就要抢了。228的话10月要抢。对，大概就是鹿林道，还有樱花其实好几个吧，还有乐哈山什么的蛮多，但是鹿林道我觉得是算容易去，又有租帐篷，适合新手的。OK， 那再来一个就是台湾特有的就是萤火虫季，5、6月的萤火虫季的时候，有各大露营区都会有。那我比较有印象的是在微笑湾，宜兰的微笑湾农场。好，那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宜兰南洋平原的那个百万夜景之外呢，它的那个萤火虫季的时候，它晚上，萤火虫真的是满山满谷萤火虫，非常的漂亮，非常漂亮。大概是这样子。那你说我不常露营，想要近郊就体验的，大概台北市这边，其实台北市有几个不用钱的露营区，但是很棒的，碧山露营区啊，碧山露营区的特色是什么？跨年看101灯火的露营区，它可以直面那个101的那个。是碧山岩那边吗？刚刚前面碧山露营区应该是碧山岩，对，应该是那附近，因为我记得应该是那边。然后碧山露营区应该是碧山是内湖的那个，对，是内湖那个。对，旁边有那个碧山岩那边。对，那边有一个那个草莓有机草莓园。OK， 对，草莓园那里。那附近。那个露营区就是我觉得也是很有特色，就是露营看101灯火。那边都是用大帐篷，那边用抢的，那边用抽的，那边只能大帐篷。大帐篷，而且不用钱，因为现在露营它一个帐位800到1200不等，不用钱，但是用抽签。用抢的，因为是公家的，公家的抽签，用抽签。去哪里抽？去台北市那个露营场的网站上有台北市的网站可以抽，因为碧山露营区就会有那个。那大概要提前多久抽签？这个我有点忘记了，忘记他大概提前多，但是像现在12月初嘛，现在好像还来得及登记。现在还来得及，今天是12月13号还来得及抢，因为还没抽签。等着我去看看。他好像12月15号公告的样子。那不就刚好是明天？对，你可以还好今天又来听。碧山露营区回去马上抢。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有特色，因为我主要的主攻都在北台湾呐，在北台湾，就是应该说南投以北，
当然还有很多点不到的营区，但是它都很棒，很好玩，那个就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OK， 所以主要踩点就踩北台湾。对，大家都这一带的，中台湾对。我刚才讲的有宜兰的、花莲的，然后新竹的鹿林道的，大概是这样子。好棒。那南投的也多吗？南投很多，很多吧。南投像南投有分2种形式，一个是往日月潭的方向走，一个是往武界的方向走。武界就是探索那个原住民部落的那种比较深山的营区，那边很容易就看到云海，其实也蛮不错的。然后那个往日月潭的方向走，就是赏日月潭。那我本身也是 SUP 的爱好者，SUP 的爱好者，所以日月潭露营的好处就是可以跟 SUP 做结合，隔天可以到 SUP 上面看日月潭的日出，而且我的日月潭日出是从湖中间看的，然后从湖上面呢看到山的中间太阳这样升出来。SUP 就是充气的，对，立桨，充气的立桨的船，所以你 SUP 在湖中这样看，对，就是你早上起床之后就开始搭船，然后就出去这样子。然后水面很平静哦，早上没有风，很平静，那种镜面水域，然后再慢慢滑。你是自己带 SUP 的？对，去嘛，那边也可以租，那边还是有可以租，那边可以租。可是你是带自己的？我带自己的去。好赞！我去过很多地方，包含到峨眉湖，我也去玩过露营加 SUP。OK。所以从一开始你就会用影片记录你这个过程吗？没有，我其实大概在摆路之后，我跟我老婆说，我们这边好多摆路之后才开始记录。摆路之后，我的老婆说，我们好多，因为我们的朋友跟我说，我听你这样讲露营的东西，你好多东西都我没玩过，我也想玩，但是我没机会。那是你只有照片，我又好像不知道怎么玩，所以就希望我可以慢慢用影像的方法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分享给大家。OK。所以你现在有你的频道叫做山姆家去露营，山姆家去露营，就是山姆一全家，就全家一起去露营的一个过程。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就大概100路左右，所以我们大概频道现在经营到这边，大概我们100路大概2年前啦，2年前疫情前后，疫情前后，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决定记录这一切，然后开始有。大概差不多，它是2年了。我现在大概2年前就开始录，对，开始有做成频道。疫情2年前都是疫情刚要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时候露营没有受到影响，是露营一直都没有受到影响，露营那时候没有限制。就是有居家隔离啦，有居家隔离的一些限制令，但是因为露营属于空旷场域，只要那个县市没有被 lock down 的话，基本上都还是可以去，还是可以让你露营，所以不影响的。那我们也有那个时候的营主真的也是很配合啊，他们是讲说你只要确诊，我就免费退你。OK， 也不勉强你的。OK， 或者疑似确诊，我通通就是免费退。那阵子我们也取消过几次的露营啊，是，然后也因为那阵子因为露营区不好跑，我们也甚至跑了几次野营。那时候不是居家上课嘛，或居家上班嘛，对，所以我们就车子开着，因为那时候我就换野外上班，对，我已经换车顶帐了。我们曾经在北海岸上，对，我们真的在北海岸上过课，我们在花莲的海边上过课。他们那个上课是怎么上？也是连线的。对，我们只要把我们我们把笔电带去啊，把 iPad 带去啊，然后只要3G 网络 OK，然后就打开3G 网络，然后就可以上了。所以平常他们的课程就不需要到学校。不是那个，因为那个档啊，那个都拉档不到学校去，没办法啦。对啊。那平日呢？平日不是，我是说的是疫情特殊期间。那个时候我都疫情特殊期间嘛，因为居家上课嘛。非疫情的时候，他也是跟着你们去露营，他是因为他不用在教室。没有，非疫情我们不会平日去。非疫情我们一定是假日去。他应该还是要会请到假，不要压到2天以内。不用，因为我们本来6日就是小朋友的设置6日啊。所以我们要压2天一夜就很赞啊。我们家特别喜欢一个名字叫夜冲。夜冲是什么？夜冲就是礼拜五晚上一下班一下课就直接到营区去，对，然后大家在6点多就进营区，6点到10点，晚上6点到10点之间。但其实也蛮像3天2夜了。对，这样就隔天一睡醒就可以去体验山中的美好，你知道吗？那这样孩子们，我想好奇，就是孩子们他会不会想说他假日要去跟自己的朋友玩？
他们再过一下下，他没有例外，快要，因为他的录影里面很多就是跟同学一起录啊。哦，他跟同学一起啊，所以他只要过我们夜冲先去玩嘛，然后隔天他们早上我们就悠闲的吃完早餐，然后陆陆续续等到就慢慢来啦。对啊，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群很爱好露营的，对啊，所以我们这样真的是一举数得。对啊，对，全部都在一起。鱼跟熊掌我都要的。对啊。就是我们露营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是为了大人，我们就是为了全家都有放松到。是，它是一种是我们家的一种 lifestyle。我们六日不是一种 lifestyle，对，我们真的是每个六日，你问我在哪里，我会告诉你我就在山上，我不能在海边。就是我们的 lifestyle 就是这样。很棒。那开始正式要下定决心录影，就是录下这个过程，是因为其他家长。对，就是有人大家跟我说，哎，你们这些记录，我觉得你们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啊，然后我这样才有办法分享给我们一起去玩的。那我跟我老婆就说，那记录最好的方法，其实那阵子已经到 YouTube 最红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进度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流量，但是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就慢慢把我们东西记录下来，对，然后一直记录，我们至少我们有一天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孩子跟我们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的影片里面是山姆家去露营嘛，不是只有我们在露营，所以我们会包含各种去露营，不是山姆家去露营，所以有各种小孩子搞怪啊、闹啊，甚至在闹脾气的影片都有。那其实回来之后看都是非常很好的一个回忆啊，真的。因为现在 YouTube 以这样子的心情去拍的人蛮少的。我那时候找 Sam 也是基于这个理由，就是因为 Sam 其实跟我们以前是在台大车库的那个算同期创业的那个抗战英雄，对，哇，也远很久了，对啊，对啊，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个大家朋友把这些过程录下来，以后我们的孩子或未来人看到都蛮有意义的。是啊，但是除了这之外，你还有没有别的奢望？就是可以让更多人或者是普通人也看之类的这种想法。对，所以大概我们录了一阵子之后，然后我跟我老婆就在聊说，我们其实很热心呐，我们常常在当主揪去约，但我们都约认识的，我们不太约不认识的。然后每次约认识的，我们一定会有新的朋友加入。对，新的朋友加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就会开始问说，到底怎么录？我要带什么东西不要带，什么东西不要拿？我要找哪个营区？营区资讯是什么？我自己要去的时候，我要怎么找露营地？怎么各种的怎么做？所以我跟我老婆呢就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开始把我们的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变成是一个露营资讯网的概念。对。那我们开始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又拎回来一件事，就是以前创业的训练呐，不是当你自己做不了的时候，就是找一群人一起来做，因为他可以做的又好又远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确定这样做。那我们干脆我们就心大一点、狠一点，我们不要只是在那边写部落格，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视野开阔一点，我们就做一个露营资讯平台到 GoChill。露营资讯平台，那这个露营资讯平台里面，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露营经验，帐篷怎么搭，营绳怎么打，然后那个营区怎么选，然后每一个季节的营区有哪些重点，或哪些一些露营的椅子的一些重点，通通把它一个一个写出来，然后请我们家跟我们家的员工们合作，小编们合作，共同做一个露营资讯的网站叫 GoChill。这是我们新的一个算。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新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吧？是，所以是一个网页嘛？目前它是一个网站，现在是一个网站。目前只有我们自己提供的资料，我们后续会开始慢慢就是去找。目前是我们想写东西之后，再去邀 IG 上面的各个，我们觉得这个相关主题的漂亮的照片，或好的那个露营家的他们的照片跟邀请进来，放到我们的长文里面。然后慢慢的再把它变成是希望有一天是连这些文章内容也都是我们这些喜欢露营的人一起来提供，一起来共同把我们这个平台让下一代露营的人更简单更方便。那可以让聊聊看，就是之前你的另外2个创的事业跟露营之间的连结嘛？先从就是第一个 Vulcan。其实我的专业刚刚有聊到嘛，我在英国读就是读 IC 设计，那 IC 设计回来台湾之后，我发现我就没有进 IC 厂了，我就开始想要做
对，就做创业的部分，然后开始有做到所谓的物联网。那时候最流行的字就是 IoT，IoT 之后才是大数据，大数据之后才是 AI 嘛。那在 IoT 那个阵子，我们在讲的就是智慧家庭，所以我们那个在想说，那我们的技术刚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智慧电锅的加强版，就是把大红电锅加上这个叫瓦肯斯温控插座，只要把大红电锅插到这个插座之后呢，就可以玩一种东西叫疏肥。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在露营上面有，我们就带他去露营，或者说我们会在家里把肉疏肥完之后带去露营用，我们就可以在露营的时候吃到5星级的料理。那个时候疏肥棒已经有人做了吗？有疏肥棒先做，我们还用这 idea 去做。我们觉得疏肥棒不太适合台湾的环境。我们算走在它之后，我们还是很厉害，还是很厉害。我们还是做了台湾版的物联网的，这个你可以透过手机就可以知道你现在的温度曲线啊，下载进去你要什么肉应该用什么样的温度去做这个东西。走蓝牙吗？走蓝牙跟 WiFi 都有。OK。那到最后这件事情就是还是太工程师思维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一时间，然后就把它量大到我们可以支撑这样这个商业模式，所以这件事情就开始慢慢转型。对，那但是它不变的地方就是我们想要让这件事情有趣，有趣的是我创业的一个最大的核心，有趣好玩，然后最后好吃，一定要有趣，要好玩。对，这个机器就是要让食物变得好吃。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一定是我在创业上面一定要达到的点。所以这件事情再拉回来，我们在露营这件事情，就露营本身就是一个好玩有趣的活动嘛，没问题嘛。那重点是我们在露营里面都一定会有一个下酒菜时间或我们的宵夜时间，那个时间特别是把孩子9点多赶上床之后，他们已经先去睡。对，我们就爸爸妈妈就是各种的什么压箱宝啊，什么和牛啊，伊比利猪啊，然后什么那个松板猪啊，然后开始烤，开始弄啊，哇，然后配那个高级的威士忌啊、红酒啊，哇，那个就是我们最享受的时候。小孩睡了才把压箱宝拿出来开始弄。小朋友之前都是果冻啊，然后炒饭啊、炒面、意大利面，就把它弄一弄就可以叫他去睡觉。他们吃不懂，对不对？对啊，给他们吃了，然后他们大口吃，吃不懂。对啊，真的。对啊，所以就是大概秉持着呢，所以说他跟我创业的关系，说真的没有明确关系，但是就是他会是我确实在我创业的东西做完之后的一个副产品，会在录影的时候更加有趣跟有话题性是。那个时候你也是主揪人嘛，就是这个计划。对，我们那个时候是创办人，没错。你是创办人。我们那时候是这个专案的创办人。其实，这家公司到现在还在啦，只是这家公司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转成我们做露营资讯，因为我想说就不需要重新成立一个新的公司，因为它的精神是一样的，是有趣好玩。有趣好玩，就是它的精神。那。所以他的秉持的这个精神，我就继续把它延续下来，然后我们就把它变成转到我们露营的这个群体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机器开办一个社团，就是大家可以用这个机器在上面做各式各样的疏肥的肉。对，我们那有一一个 Kitchen Bar 的科学料理厨房。然后后来你有在切入在肉这一块，你也聊一下。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准备了像印表机，你有了印表机，你还缺墨水嘛？那你有疏肥机，缺什么？缺食材嘛，对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观念就很好。那我们就因为我们就打造了一群喜欢疏肥的社群跟朋友们，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找合作的厂商来团购。我们就开始做食材团购。那个时候我们甚至找市场，我们是定做的那种疏肥专用袋，然后请厂商按照我们疏肥最好的规格跟厚度。切割成那个大小之后，放到疏肥袋里面。OK， 那你拿到之后，因为我们以前传统做疏肥的话，你拿回家这块肉都要自己重新做真空。对啊，然后才能丢下去疏肥。那你没错，买我的就不用了，你就直接这袋直接丢进去就可以疏肥，直接丢电锅配这个机器就可以弄。对。那个时候有做了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但随着这个机器的使用人数下降，那消费者变少之后，我这个商业模式也慢慢后来就把它收掉。是不是在台湾这种 DIY 的机器就是真的很难做？因为像我们这边 Caver 原本是要做 Caver 的机台，
其实对啊，其实你像 Alco 嘛，他们做酿酒的，然后我们做这个，其实没有大财团下去，因为其实是包含到你说美国那个最有名的苏肥棒 Nova， 它最后是被谁投资之后才撑起来的？被伊莱克斯投资。不是，然后被伊莱克斯投资之后，它的苏肥棒从原本一支150块、160块，嘣掉69块。就是因为量产，对，它量产对大幅降低，然后那个广告跟行销资源整个放进来之后，我们就做不起来啦。对，因为更早之前苏肥机很贵。对啊，我从169块、199块，甚至我那个时候299块一台的苏肥机，我那个时候都买过。是，因为那时候研究都有买进来。那其实最后卖肉其实已经变成。后来其实还是有继续在做，但最后压倒我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是因为疫情。疫情后进出口变得很复杂，那个港口有肉没人杀，有人没人切，有肉没人切。没人切。对，就是开始那个肉的那个价格一直开始乱飘动。从那个时候我进那个极光牛排的那个。安格斯黑牛，安格斯黑牛，安格斯黑牛的那个热眼牛排，从1公斤110，1公斤1100，不要1公斤1400，1800，快2倍。我发现，而且它跳的速度可能一两个礼拜就跳，然后重点是你还不一定买得到。它报归报，它不代表它现在货可以拉给你。对，然后所以最后就变成说好难处理啊，然后我的仓库。的库存的状况又很难控制，我切进来的肉的 quality， 因为我对肉很要求很讲究，那当我切进来这一块肉，虽然说它价格已经到1600了，然后我看它切起来没有当初1400的时候那么漂亮，我实在是卖不下去。然后那个油花不对了，那油花不对了，我真卖不下去。好吃的宗旨。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叫我朋友花这么多钱，我认为每一个客户都是我的朋友。对，那我叫我的朋友花这笔钱，我真的觉得我花不下去，那就算了。我真的不好做啊。是。然后也包含那个时候去找了，那个时候我要做酥肥，是。然后那个说有些人不能吃牛肉，只能吃猪肉，像我儿子就不吃，就是算命的时候他不能吃牛肉。所以我就帮他找各式各样的猪肉，包含1比1猪，1比1猪，包含到花莲的连针豚，花莲连针豚也是就是号称就是不打抗生素、不打药的牛肉，那这两个猪肉就是几乎都是可以做到，就是疏肥之后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寄生虫问题，要不然猪肉通常都要全熟的，对，你要担心疏肥的猪肉寄生虫的这些问题，他们的东西不用担心，这一个是。1比1猪，一个是连针豚，好，这两家的我用过他们的食材，也确定他们都没有问题，而且连针豚甚至要求到它的连针豚的猪肉一定要是那个屠宰场的每天的第一个屠宰，因为他不想跟其他的肉做混合。第一刀，对，就一定要第一刀，第一刀一定是他们家的连针豚，之后才能是他其他契作的农场。他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连针豚的食材也不便宜啊，它堪比进口猪肉。对，但是真的有那个甜度跟那个口感，真的是有。对，但是真的就是它价格真的太高，所以慢慢的就发现需求的人，然后加上我的族群慢慢的在缩小萎缩，就撑不住了。还是撑不住。那现在就是偶尔叫来自己吃。我自己那个录影的时候还会1比1猪啊，连针豚啊，连针豚松板啊，哇，那真的是想到我现在口水就流了。是疫情让它的品质。我现在讲的这几个的国内的连针豚是没有降低。我刚才讲的是牛肉的部分，安格斯黑牛，然后1比1猪。这两个东西的影响很大，是因为它稀缺了，还是它整个港口的问题不好，然后货运时间拉长，所以就然后屠宰的员工的那个频率不高，缺工等等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缺工之后，那个屠宰的时间跟就猪该处理的时候没处理，之后那个肉质也都会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后来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原物料类的，无论是生鲜水果，海鲜、那种肉、牛奶，全部都是国外的品质更好，然后通常更便宜可以进来。台湾好像很难自己立足，有个原料很厉害的，就是又便宜，
台湾其实我蛮喜欢台湾很多的有机耕种，像对，像前阵子我们去桃园石门水库附近的一个营区，然后我们在露营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应该算是水耕农场吧，一个水耕农场，然后我选露营的时候会去周边走一走，对，然后发现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水耕农场进去，那个水耕农场里面种的那个半球莴苣啊，然后水耕的菜，美生菜啊，火焰菜啊，芝麻叶，那真的好好吃，而且很甜。所以你说植物类的，台湾真的以农为本，肉类真的台湾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强。台湾鱼类很强，但是肉类真的是目前我吃过最厉害就是连针豚啊，然后那个有香草猪，大概这个蛮厉害的。但其实多数的黑猪都很好吃，我很喜欢吃台湾卤肉饭，但是你说要像国外这么有名啊，真的是确实都还没办法，特别是牛肉，台湾的牛肉就比较难跟国外的牛肉比。是，但是量体也比较小，对，主要是量体小，土地面积小，对，种植的密度不用那么，没办法那么的大，不然台湾的羊肉我也很喜欢，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纽西兰羊肉还缺一个味道。所以你反而喜欢那个羊味，不是随便的羊味不是随便的羊味不是随便，要西湖的对，西湖的真的很好吃，然后对啊，你是彰化人，彰化人的西湖真的是，你看台湾其实很多的那个传统菜色，就是真的需要用台湾的食材才会好吃，比如说什么姜母鸭，对，这倒是。那姜母鸭，你跟我说拿一个那个樱桃鸭来就不对，但是樱桃鸭你又要去吃那个。烤鸭又要樱桃鸭的口感，就是不同的料理会有不同的状态。但是台湾确实在这个植物类的，你说刚才说水果，其实我在台湾水果真的太强了。你说国外进口除了那种量产的什么奇异果、樱桃，那台湾不好处理之外，其实没有台湾，我觉得没有一个水果是可以输人家的。是好吃，但是就是比国外贵很多。蛮多的是这样，这当然台湾产的，比如台湾产的苹果，台湾产的奇异果、水蜜桃，对，因为毕竟你缺乏机械性的大量的生产，那个是没办法面对的。对啊，成本就是会拉高。你要知道奇异果这个东西，其实在纽西兰其实是本来是没有的，它是外来种的。但透过他们的国家大量的扶持、大量的机器跟智慧农业带入之后，它有办法降成这个价格。对，樱桃也是啊，樱桃台湾也种得出来。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个规模，成本太高。榴莲也是做不出来。对啊，但是你要跟台湾比的话，你比台湾的芭乐，你比台湾的凤梨的外销的，对，那些东西芒果那些东西就是国外跟不上的。对，也是。哎呀，会不会讲太远了？其实也不用，其实没有。讲到这件事情特别讲一下，分享一下露营有一个小小的。就是 pebble 跟植物有关的植物，你要去到那个营区啊，现在很多营区都是农地改建，对，中间一块露营区旁边都还是农地，所以你要注意那个农地，第一个就是什么农药剂，那个时候是施肥的时候农药剂，你去就会闻到农药味，农药剂完之后再是什么剂？再是施肥剂，施肥剂遇到什么？大量的苍蝇，特别我其实很喜欢去三义。苗栗那个三义那个草莓，我很喜欢去那边采草莓，特别那边很多有机园区的草莓真的很棒，对，然后那边的营区你又可以露营，隔天又可以采草莓，然后晚上又可以吃着你采的草莓做宵夜，多棒啊！那个真的是多好，但是那个你如果选错时间去，那个草莓在施肥的时候，你满桌的苍蝇，我跟你讲，那个苍蝇纸一放下去，30分钟满满的，哇！所以这个就是那肥料的气味吸，那很可怕，那真的是很可怕。对，台湾的甲虫多，我跟你讲，甲虫多，萤火虫多，相对的那些苍蝇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对，苍蝇也多，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这件事情就会遇到，那就。对，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讲到这些台湾的动植物，因为台湾很多那些农产品嘛，所以农产品你也要稍微注意，你要去那个地方，它农产品的淡旺季。OK， 你旺季去，旺季哦，好的季节去，你可以去采果，很好玩。但是你算错时间去，你就会遇到苍蝇，遇到农药。那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个小细节。那还要知道那边的农田的特性，对，才知道它什么时候。现在营区其实都很 friendly， 它都会写2月有什么，3月有什么，4月有什么，5月有什么。
给大家看一下。哦，那就是10月、11月40季啊，然后再来就是现在12月开始就是什么橘子季，橘子季大家就要往那叫做五峰吗？新竹五峰，新竹尖山五峰尖山那附近跑，因为那边就开始很多的那个桶柑的农场，就开始有桶柑可以买了。然后露营带桶柑，带那个橘子回来也是很棒。这些资讯去你的网站跟你的那个频道上面都可以看到，对，都看得到，你都介绍了。我当然我频道慢慢成立，我产影片速度很快，没那么快，但是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没问题。好，我想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我那时候去蒙古的时候啊，对，那时候整个草原上就是蒙古包，什么都没有，然后满地的牛大便，然后晚上的时候很冷，冷到我们真的是睡不着。然后后来有个大叔，他就拿着一坨牛粪进来，往那个炉子里面一丢，暖起来了。然后他告诉我们剥削 is life， 剥削 is life。对，然后剥削这个在美国那边就是骂人，但是他在草原上却是带给你生命。所以我想要问你，在露营的这些过程中有什么小物是让你觉得是一个核心的小物，让你印象？其实露营每一个人的核心的价值都不太一样。但大家，我看我们这边摆来都是灯具，所以第一个共通的大部分都是灯。因为露营去很多时候就是到晚上，灯很重要。灯很重要，他有些人甚至我都用电子灯。那一种小，这颗是小米的灯。那是小米的露营灯，它其实不是最流行的灯，但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调各种的颜色啊，亮度啊，它这些都可以调。很亮。那再来的话，它其实是一组连面2只，这里还有一只。这跟插进去会发，插上去之后呢，它就可以吊着。OK。然后呢，你突然觉得，我半夜要上厕所，我可以拉开，然后就这个本身也会亮。这个本身刚好没电了。刚好没电，有了。它的防呆有，手电筒很亮。然后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个小夜灯。那就很方便。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机3用，对，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创意设计的。那这个就是我在玩露营圈里面，就是小米那露营的一个不错的，而且它有蓝牙，你也可以用蓝牙就直接就懒得下床就可以直接把它关起来。它有很多种型号吗？对，但没有，小米目前就只有出这个。它其实露营灯也不会找错就对了。小米露营灯就是这个。露营灯的形式很多种，然后也包含到像这种是它属于这种传统，它想仿钨丝灯型，它还有遥控器可以去调亮度。OK， 还附了一个遥控器，还附一个遥控器调亮度，因为有时候我们灯吊在上面弄不到。OK。那灯条、灯柱、灯泡，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灯具，大家会去布置它的那个露营区，它的帐篷。那就是灯是打亮帐篷的一个很大元素，所以灯具会是每一个人的风格不一样，所以晚上在帐篷里面的亮度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对，甚至于像我在露营，我们不是说我们那边烤火吗？我们有朋友特别去把灯调暗，这样气氛才对。然后再来是我玩的是这个嘛，因为我还有小孩还小，所以我还没有玩到气化灯。OK， 不然其实气化灯像我前面这个是没有暖炉。OK， 没有暖炉，它这个是七彩颜色的没有暖炉，它一烧起来之后，它就会有那个七彩光。那真的用火烧出来的光的那个感觉，又会跟电子灯完全不一样。气化灯是怎么样？气化灯就是把那叫煤油，然后透过压力或者透过煤芯，把它气化到那个它那个燃烧的那个网子里面，然后你火等下去，它就不断的去烧。它就是把那个以前的那种油灯大概以前油灯那个形式。那它使用之前还要打气，因为它要把那个灯气化喷出来之后，它才有办法烧起来。它不会是一个火，它会是一个很亮，像灯泡一样很亮的一个东西。灌气进去。哇！那个东西就是很多都是老东西都是那2战德国的灯日本的灯然后那种都是古董灯或仿古灯，那都是蛮好玩的。是，它灯具是一个，灯具是一个。那再来就是什么？露营一定要打营钉。
这根，对，这一根就是对我的斧头，对我的斧头，斧头。所以你有很多根吗？还是有一根趁手？专属武器。其实对你要用趁手，对你趁手吹起来才省力。对，你看这边特别有一个黄铜头，黄铜头，这有黄铜头，还有红铜头。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今天这边也是不锈钢头，是。你不要去拿便宜的，你说锤子嘛，我旁边买个铁锤150就好，这是1500、2500是怎样啊？我跟你讲，你敲起来就是不一样，不是钱不一样，是你敲的是给你150块敲，那是小钉子，你敲下去没有那么大的反作用力，你不需要破石头，你不需要破，把它插到土里面去，所以那个小钉子是插木头里面去，所以那个铁锤敲一敲那个都没有问题，不会让你的手受不了。但是当你要去外面搭帐篷的时候，你有时候那银钉短的25公分，长的30，甚至到40公分。OK，那你要插到土里面去的时候，你会遇到岩石。有些营区还不错，都是土。但有些营区就很衰，它就是里面就是碎石啊，大颗的石头，你有可能要到碎钉的那个碎石的程度。那你这个东西敲下去之后，如果你敲下去那一下，没有帮你吸震，代表你的手全部都要把震吸掉。哇！所以敲没几下，你的手就麻了。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很重要。所以是这跟铜的关系。对，所以这个铜头就很重要。我上一次这个已经打到那个铜都已经变形啊！这一支是新的，这一支大概可能才5路而已。OK， 所以大概几路100路它就再见了。我那一次跟着我蛮久，因为我会修东西，我自己在露营也有一个就是自己 DIY 修东西的过程，所以我也修了一阵子。也修了，然后自己换头啊什么之类的，有一些头是可以替换的，有一些高级的这些头都是可以换的。OK， 头是可以换的。铁锤，然后露营锤，对啊，然后就是它的那个握把，然后敲下去的那个力矩的设计，跟它配重，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重点。它另外这边长得像一个小尾巴，这是做什么？这个是勾银钉的。我们银钉哈，我刚才讲，它既然是被你敲到那个石头的缝里面夹住，对，那自然而然它就很难拿起来，所以它就需要有一个东西把它扣起来。OK， 然后就这样扣住，然后一拉它就起来。这跟一般铁锤的不一样一般铁锤后面也是有一颗，不是长这样。因为一般铁锤可能就尖尖的，或者两边头这样，所以这边有一些小细节就是会不太一样。那这个圆圆的是把它挂起来的，这个是挂的，这单纯不要挂，它没有什么了解。有一些银钉啊，有一些银钉是有钩，你可以去钩那个，但是我个人觉得效果不好。你就直接用这边直接把它翘起来就好了。是，有一个小技巧就是银钉要敲的时候，就是有时候那个银钉下去土里面，你要拔起来的时候，你不要说我直接硬拔，其实会拔不动，你应该左右敲它。左右先把它敲松，左右敲松之后再把它拔起来。OK。这是一个很多人就是硬来，然后就说哇拔不起来。我很好奇，你的那一些创业的 idea 都是在露营的过程中去想的吗？还是你露营的过程中会完全放松？我露营的过程中还是完全放松了。所以你是分得很开的，把生活切两边。对，因为你毕竟在那个环境，因为我毕竟是读电子的，我做 IC 设计跟IoT 的这个领域，曾经有想要把它们结合，但说真的，在露营的领域里面，当然你说多电子灯这种电子灯的这些消费性电子东西可以做啦，但说真的不好做。对，那它的造型远大于它的电子的功能，所以我就觉得，那既然没有办法，那我就好好享受露营的过程就好了。对，那而且露营的过程中很多都是人跟人的一个接触，所以你在花那个时间做这件事情是没有那个时间，你多的是跟朋友聊天说充电讲八卦。所以你说分得很开吗？确实也是因为我有3个小孩嘛，所以去之后每个孩子有不同孩子要玩的东西，找虫的找虫，钓鱼的钓鱼，然后玩桌游的玩桌游。没有，我的意思说不让各自去玩，是你还是要陪着他们玩啊。对啊。我露营3个孩子要玩不一样的怎么办？还是说他们会一起玩？那当然就是这个本来在，你本来3个小孩就一定会玩3个不一样的东西，你本来就是自己要跟小孩子协调，我今天做什么？那通常啦，大的小孩就会在比如说我们儿子会晨钓，我们会所谓的打母光。我既然我已经打母光就是天刚亮的时候 ，OK， 那个时候的雨会比较小 ，OK，那我们就打母是哪2个字？可以请问一下？打人的打，母亲的母。为什么要这样取？我也不知道。
那帕波，他从达语来，帕波根，就是一大早就去钓鱼的那种概念，就天刚亮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大儿子的钓鱼的时间就会是趋在早餐以前，然后我们就早早起来，然后就去钓鱼，然后其他的孩子还在睡，女儿就会比较喜欢去做料理啊，或做一些手作啊，明显不一样喜欢的东西那还蛮明确的。小儿子就是他开始要玩水啊，干嘛，就是在饭后的时间，所以其实他还是原则上刚好都错开了，你都可以全程参与。对，就是你比较累而已，会比较累啦，对，每个都要去这样完整的分配。对，所以还是有想到了，很不错，很不错。所以这一周通常就是5的晚上夜冲，6日去露营。谢谢。对。1到5认真工作。1到5认真工作，没有。也没有了。那1到5大概怎么安排？可以分享一下。没有了。如果说要讲跟露营相关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凭良心讲。OK。1到5里面就包含营区搜寻啦，然后地点分析啦，然后装备搜寻啦，装备添购啦，就是1到5都在做准备工作啦。对，有时候其实对，有时候你工作到就是不想要工作的时候，就是逛虾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虾皮就找看看有没有露营可以先不错的装备，这是再加进来的装备，就把它塞进来。购物车可能都满满，所以也没有就是当露营到一定的中毒程度之后，那个就是6日就要，比如平日就要抢营区，像我这礼拜3就要抢营区没抢到。哇塞！所以这样应该已经占了你60%吗？还是70%？你估算这样起来，他已经你醒着的时间，他其实也不是说60%、70%也没有这种，他说其实变成是一个因为自己当老板了，比较没压力啦，是，所以它已经变成一个你生活的一个部分了。然后就是就跟一般人休闲的时候打游戏一样，我在逛营区嘛。对啊，我在逛哪个营区或哪个点还没，我的营区这个营区看起来还不错怎么评价只有10，是新的没有去过，然后看一下日历，然后看一下日历哪一天还没有排的，把它排进去踩点，然后再顺便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可以采果啦，还是可以 DIY 课程啦，还是可以去钓鱼啦。然后就可以把它排进。那1到5孩子们都要在学校，还是说他也可以？那礼拜1、礼拜5他在学校。他们那一种算是他们是实验小学，但是还是要上学校啊。那所以他跟一般小学的差别在于他的课本是他的课纲，我们没有，我们是国立的实验小学，所以我们还是有课纲，但是我们没有课本。所以很多时间是需要靠走读这件事情来完成。所以走读，所以走读这件事情，小孩子们就比较文化性的就会去原住民的嘛，会有原住民的文化，会有我们闽南的文化。学校会带他们也出去走嘛？他不一定有办法时间带他去，比如去鹿港，比如是去那个宜兰山上的泰雅族。这些东西你不太可能，或猎人文化，他不太可能有机会带小孩子到那地方，但他会提到，他是用提到的。但这个时候，身为实验教育的爸妈，露营就是个好东西。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到泰雅部落的那个爷爷奶奶们办的露营区里面去体验1日那个原住民勇士学做陷阱，玩开山刀，然后去学猎人看大便找山猪对，找3枪的大便。对啊，真的把他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真的在课本、在生活里面真的看到，这是我们露营也是属于我们一部分的一个原因。你看他问的就是那孩子里面上课里面怎么结合，就是利用这个方法去做结合。所以他们自己是不会校外教学的，就是爸妈要自己带。他们其实有，但是不太可能到那么高的密度。你看我们几乎每个礼拜1路。他1个礼拜1路，对，每个礼拜1路，每一个月1路，那一个学期4个月，那你起码就有4次机会，但是学校可能就只有1次机会。没错。那更何况我们家特别疯狂，我们家不止1个月是1个月2路到3路，2路到3路的。对啊，所以那个我们可以去参与的那个特性就会更高。对。叮咚，刚好有遇到闹钟的，我讲太久对不对？没闹钟 ，OK 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前面都是用拍照记录，然后现在用
录影，那你也会用写日记的方式吗？其实很想，就是很小时候还会写部落格啊什么的，其实很想要把那个习惯找回来，但是其实真的啦，就像我讲，我要找营区干嘛？这么忙，然后还要工作已经很忙了。那这个还要对啊，你出来当老板还要出去跟人家做那个 social 社交，其实哪来那么多时间呢？所以其实最后就是简单说，影片先记录了。对，影片记录之后，再找合作的一些编剧或导演，再协助把影片剪辑起来。对，这样可能对我来讲，留下这些记录是最快的方法。是。那你在查找这些资料的时候，你有透过什么工具去做整理？很多。其实我现在查到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是经验值居多。那包含到像 Google Map 怎么看，然后 Windy 的气候怎么用。Windy 对。包含到一些露营的社团、社群，或者说露营的粉丝页，该怎么去看一些细节，大概确实是已经比较算经验值的方向。了解。所以我很多朋友很喜欢跟我录的原因就在这里，就是我都帮他找好了，去一定好玩。然后那个你说还有什么其他tool？其实台湾确实在露营 APP 的开发上面，就1-2家还不错的厂商，但是真的还是很缺乏。很缺乏。那你觉得这块是一个市场吗？还是说它量体同样有不够大的问题？这个量体够不够大？台湾的露营人口一直逐步自己在上升，然后露营区越来越多，真的越多，而且其实露营的商品，其实看现在包含到，其实台湾很有趣，只要信用卡的赠品，是流行什么，或全年的赠品流行什么，大概就知道那时候在流行什么。那你其实很明显看这1-2年的信用卡赠品都是露营椅啊、露营灯啊、露营的卡式舞啊，就这些东西看起来露营是在主流的线上没有问题。那你说露营它会有什么样的周边可以被开发出来？其实还是有我比较担心，我目前比较没想到的一个点，就是没办法解决，就是它有可能会很 local。它会有在地性的元素很强，它不像 hotel.com， 全世界的住宿大概大同小异，所以一个 hotel.com 可以或 booking.com 它可以就是很容易的，就是扩充到全世界去。那露营这件事情确实是除了你自己创一个露营器材品牌之外，确实是比较难。但我还是尝试在做，我们做另外一个方法是说，有的东西是不变的，它是没有文化性的，就是这些露营的技术。露营的技术，对，露营的帐篷怎么挑，材质怎么选，然后刚才讲，露营锤啊、露营节怎么绑，这些资讯类的东西它是不变的，就算你露营方式改变，它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新的那个资讯平台就需要做这件事情。资讯平台是用文字方式呈现，文字照片，然后搭配我自己的影片那样子，然后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办法带更多的新手进来。因为更多人进来玩这件事情，就可以渲染的越多。那下一步当然我们也想要，就是说做到国外的露营的文章怎么撰写，好，这件事情就会逐步变成一个，你要真的要讲露营的新创的切入点，但它一点也不新创，比较像是传统旅游的变形。那你真的要，我目前有在想说一些 APP 啊，订房的啊，订营位的啊。这真的很在地性啊，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说这件事情怎么做更好。也许有团队正在努力这一块，但是目前我还没想到。如果只是纯粹露营而不是玩的话，我可能玩太疯了啦，我太沉浸在露营里面了。我每次露营我他妈就是我要去买木头，我要去找木头，我要找木头来烧。烧木头才是我最大的根本。烧木头是你最大的乐趣。所以你是整个过程的所有细节都沉浸在其中，而不是特别enjoy每一个细节小地方。其实从开始找营区到回来的路上的回味，然后大家开始分享影片啊，分享照片，分享照片，然后甚至回来剪辑，都是一个享受的过程。然后喜欢这件事。或者讲到这件事情，你知道，其实你要看你要做大生意还是小生意。其实光做一个小生意就是露营用的栏目。这件事情，光露营用的栏目这件事情就已经有。栏目是什么嘞？燃烧的木头。燃烧的木头。就有你到那个虾皮上就有不少的新的，以前我在露营的时候还没这么多店家在卖，但好多店家在卖那种专用的
方木啊。那木头是台湾的？其实那木头都是没有进口南方松啊，都是松木啊，或者说榉木啊这些，那些都是边角料了。其实都是建筑用完之后的边角料，他们把那些边角料收集起来之后，那很好烧，烧起来很大，而且烧起来很香。那跟烤肉的烧的不一样。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看火的用木材，对，烤肉的用木炭。对，不一样。木炭没明火，明火去烤肉就是烧焦，对。但是木炭没有明火，所以怎么看都不漂亮，就红红的一坨在那里。那它取暖很好。那你要看火，你要观火，你要看火焰在那边烧，就是要原木。OK， 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说那个可不可以做？那但是你要跟，我怎么公司有电话进来？我要去接吗？可以啊。请接，对，请。Sorry， 等一下你们再剪一下哈。OK 啊，再剪就好。喂，你好。电话挂掉。啊，哇，临时的。台东的电话好快。对，再剪接一下。我们再剪一下，不好意思啊。没事。没有想到居然会有电话进来，这么晚的。好，对，那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那木头。是木炭跟那个楠木之间的差别嘛，所以你在做那个玩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特别一定都会去捡柴啦，捡柴也是我们享受一部分。我带一群小孩走去山里面捡柴，然后大家这小孩子就开始捡柴也蛮快乐，刚刚回来，然后里面对啊，就捡回来开始拿锯子、拿斧头在那边劈，小孩在那边玩那个，就一个早上不见了。那但另外一个东西回来跟料理有关的是什么？是那个烟熏。好，如果你要玩烟熏这件事情，也会跟木头有关。你用木头的那个熏味去做这件事情。熏肉哈，在台北市里面，你不可能在家里面做，因为味道太重了。那刚好利用露营区它这个空旷的地方，在做这件事情。那真的是也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是在露营区熏食物。熏食物，在台湾这件事情还没有很流行，但在日本。日本跟美国，他们其实就因为美国的打猎文化，那日本的烟熏文化也还不错，所以他们的露营的套件里面都开始出现烟熏的套件。台湾这件事情还没开始玩。等下为什么冲进山里就有柴可以捡？去哪里捡的？其实还是你们会伐木？因为我们伐的木没办法烧。OK， 那我们不太可能伐木，绝对没办法，因为伐木头那怎么会有捡得到？台湾一年四季，台湾春夏秋冬其实四季分明，是，所以每一年，当它从秋季、冬季一进入去之后，夏季要来之前，这些枯枝全部就会下来了。那些枯枝就下来了，枯枝就会下来。再来是茂密的林区里面，一定会多多少少有些体弱多病的，就会死掉。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既然这些营区附近，我刚才讲有农场，有农场，他们一定有果树，是有农场，有果树，有樱花树，他们不可能让这些果树、樱花树无限的长大。OK， 所以他们一定要修枝。他们本来就会修枝，所以你就有龙眼木，你就有樱花木。原来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刚才讲说那个，对啊，那个讲那个什么这个。那个肖兰木怎么来的？肖兰木就是它长得够大的时候，砰一次就掉下来了。OK， 所以其实真的是有得捡的，有得捡。我还以为是像世纪帝国的农民去伐木。你不要到那个，你不要到国家公园里面去做这个。OK， 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行。国家公园里面一草一木都是不能动。大部分的营区的营主里面，他们甚至于平常他们就会整理营区。OK， 然后甚至于有一些比较好的营主。他会把它整理成一堆摆在那里，本来就已经整理好了，烧不完，自己去取一大是这样子，你要把那一大根木头全部劈掉，然后再把它拿出来烧掉，那一天大家就玩完了，美丽，所以人烧的有限，美丽。OK， 就是以前在爱尔兰露营，然后后来回到台湾，这10年多都主要是在台湾。对。那中间有没有想过要去别的国家？有计划？其实我们一直想要做的，因为但你要到国外去露营的风险不比在台湾，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小孩子够大。够。那今年我们有安排了一场，要从那个机票订好了，我们要去纽西兰。哇，纽西兰本来就是一个蛮适合做自助旅行的地方。你刚才说的风险主要是小孩太小。
小孩太小，小孩太小，你有可能太累啊，各方面的水土不服水土不服的问题，会导致你的那个行程很不方便。 OK， 所以我们就特别今年是就觉得小孩子够大，他们也 OK 了。最小的是多大了？最小大班，我最小的大班，对，够大了。够大了。大班大概4岁，4、5可以岁自己上厕所了，对，不用太担心那些问题了。主要是可以上厕所。那我们就目前是有规划，想要到纽西兰开，一样是开露营车。OK， 然后想要去做纽西兰北岛、南岛嘛。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想要去南岛。我们想要开车去看企鹅。哦。然后会是在台湾在5月份，可能那边冬天，甚至有机会的话，想要去滑个雪。我觉得应该也是很不错的体验。你打算那一边是用车，就全部都是露营车的，露营车的方式。对。所以你个人是最喜欢露营车，还是搭帐篷，还是车顶帐？都有他喜欢的地方，但是你要看你的露营，你的这个游戏过程的体验的着重点在哪里？如果你着重的在是一个赛的一个点，一个点，然后在那个点里面很有舒服的感觉，这就是适合帐篷。适合帐篷。对，如果说你的着重的点是在于那个所谓的游山玩水，这就是露营车。那露营的车顶帐是介于帐篷跟露营车中间的一个中间物啦。所以为什么在台湾不是用露营车的原因，是因为露营车台湾的山路都很小。是。然后露营车很大，露营车很大一台，有些山路真的不好上去。那所以我觉得用车顶帐还是比较适合跟我现在露营族群里面，它不会脱钩太多。不会说他们要选择一个营区，然后他们要搭帐篷，开露营车去，我很难跟他们相融在一起。台湾有露营车可以租吗？台湾露营车有一个大白宫吧？我是说它真的可以让你开走的吗？我以为都是不是在赛的，有一个叫应该它真的有让你大白宫吧？大白宫。大白宫，对，然后他们我是没租过，我有学校，一天好像8000块还多。OK， 我一天8000，然后报价报出来，报错就不关我事啊。对，那他们就有这种大型的露营车的出租。是，然后那大概可个以1家5口吗？1家4口没问题，5口不确定，1家5口就不确定。那你去纽西兰这个已经确定有这么大的，确定这么大？哇，那很大。但是人家地也大啦，所以我们台湾确实不太一样。台湾山就特别陡，大概会多大？跟巴士差不多吗？我说纽西兰那边的话，没有，那个露营车，它就调查过，大概9人座，9人座的大小。哦，那也是。因为再搭上去，我需要有货车或连接车驾照。我就没有了。因为电影里面有看过一些很大的，看起来很舒服。我驾照很多了，我驾照有那个 FUP 的教练呢，然后还有动力小船执照，我还可以开船。但是我还没办法开。你都往海路点那个技能过去。我往海边点技能，我没有往那个大型连接车。大型连接车那边，目前去纽西兰你看都不要升级一下。如果我点连接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载船。对啊，我要把船带在路上跑那样子，我就会去点连接车的执照了。哇，可以。很特别的一个技能树。因为我现在大概我现在快40嘛，然后我大概在30岁之后，我很多技能都是为了露营而出现，为了玩出现，为了玩而出现，为了学习而出现，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干嘛。这才是最好的状态。其实应该是说到30之后，或30之前，有很多的专业技能学的差不多之后，你这些专业的技能点，你还是持续在工作的时候继续就会点上去，不至于说就放掉了。对，但是你会想要跨出这个舒适，应该说，它是某种你要去挑战你人生不一样的里程碑，就好像有些人会挑战三铁。有些人会挑战单攻，对，但不一样的一个历程。那我就想要针对水上的海域开始去扩充我的技能，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爱钓鱼，我又是海岛子女，所以一个想要给我孩子们一个很好的海洋教育，所以往海上学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很棒。我想一下，回头，那茶还不错，对，这个南方相当好喝茶，南非果茶，解渴，对啊，甜甜的。那你是在大概几岁的时候
找到这个平衡点，就是玩也可以玩得很开心，然后工作也不用做得太累了。到达这个阶段，大概是在。其实没有啊，创业怎么可能不累？但是你可以把它切得这么开。创业不累，就真的你真的是让你撑过去了，才有可能不累。目前我还老实说没有切过去啊，还没切。所以就是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然后玩的时候认真玩。那当然我就说嘛，就是别人在休闲做其他的，比如追剧啊，别人在玩游戏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在找邻居。不同的休闲不一样而已，休闲不一样而已。对啊，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状况而已啦。是。对啊，并没有说什么切什么，或者说几岁都没有，反正就是，既然它是你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好好。所以其实一直都已经算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对啊，就有时候也是不平衡，会导致玩太疯，这才是正常人生嘛。对。那这样子，你对你就是工作的那个区块，创业工作的那个区块，你有什么？你会有同样的热情在那一方面，还是说热情？我之所以没有去上班，会在创业，其实就是因为我找到了我想做的事情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是，所以我当然做的这些研发的工作，或者这些到外面去跟人家social装机啊、组装啊、测试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工作，一定都是自己还有成就感的事情。你回国之后大概是什么时候自己跳出来做？我其实回国之后还是有回。台科大去读博士班。先念博士。那博士班最后是没毕业，因为卡在我跑出来创业。那个时候第一个创业是什么？应该不是 Vulcan， 其实就是 Vulcan 啦。那个时候 Vulcan 的时候你在念博班吗？应该说我的博班的论文跟这件事情无关。我博班的论文在做的事情是腹腔镜手术训练系统。腹腔镜手术训练系统。对，他在做一个类似训练医生的吗？对，训练医生，在帮医生做手术时候的模拟游戏。我在做这件事情，模拟游戏。对，那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做呢？当然就是因为找到另外一个题目出来创业之后，发现创业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太多了，所以你很难再抽回去学术，没办法。所以那时候，但我又放不掉家庭。我没有到辍学，但我只能摆都被逼退，就最后被逼退了，就是搞到最后就是时间到了没毕业。对，就大概是这样的。超过年限吗？我是不是可以到9年还是8年？差不多，我大概就是把它当到结束为止了。比当医学院读了。OK， 了解。对，然后最后就是时间到就结束。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嘎了3件事情嘛，又有家庭，那个时候也3个小孩，然后又论文，又有创业，那3件事一起。论文是可以被放弃的。我那个时候当下就觉得论文是可以，因为他那时候你念博的主要是有什么目标？你拿到博士你想要干嘛？为什么会念博呢？其实那个时候是想要去专攻医学、生物医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实验室名称叫做生物与嵌入式系统。生物与嵌入式系统。对，先要把我学的这些电子东西，把它跟医学做结合。做一些辅具啊，或者一些生医器具的东西。那确实有在做，但是也当初也有一度想要把它当成一个创业的方向，也去比了一些创业竞赛。但确实觉得比较难的原因是因为生医电子要做的投资幅度跟时间长度真的有点长。对，时长很长。那我身边就只有我一个博士班在做，也没有像我们实验室就有一个。对，我说真的，我们台科大的博班比较不像台大、清大的那种博班，它是一个体系的，它比较完整，然后甚至有学校那边有很完整的创投天使的俱乐部可以帮你协助，所以我想问就是那时候开普敦那边，你为什么没有考虑直升博班继续往上，反而是先回？这个该面对就是台湾的男生该面对的问题，就是兵役。你是先去再回来当？对，我先去之后再回来当兵，然后就没办法回去。不是没有办法回去，而是说1-2年，博士班需要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硕士已经到我延长兵役的极限。就是我可以带着兵役出国读书的极限最高就到这个额度。好像会这样当时没错。对，然后我就没办法再继续。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本来就想说也就还好。那个时候在少三民但是我猜的话，就是好像蛮多人会直接就管他在外面念到博班，念到超过疫情
超过一期再回来。那时候那个为什么？那他们是因为他们可能小时候就出去，高中就出去，他们比较有办法这样操作。我是研究所才出去。研究所出去，那研究所出去其实是需要学校这边出示一些资格跟证明，说你是交换学生的资格出去。哦，对啊所以他有一些前提在啦。了解。那个时候在台湾读博士班有一度想要再利用台湾博士班资格再出去再弄一圈，但是我发现不太好操作了啦，不太好操作，所以后来我想说，那不要搞那么复杂。那该做的事情就是先做再说啊，不然其实那个时候确实我留下来的同学，那个时候做系统晶片设计，那个时候我们的教授最大的合作公司就是现在的 ARM，做 CPU 的这家公司最有名的 CPU 公司。那就是他，所以我同学们就直接进 ARM 里面去做他们的他们就是全职的那种博士班，full time 的博士班，full time 的博士班，然后就那个都有拿到完全的奖学金，然后他们学费都不用担心，真的。对啊，但是我就没有留下，不然其实应该也有机会申请得到啦。但其实也还好。要服役，人生就是有各种的十字路口嘛，自己选择，没错，是好玩就好，对，然后就回来。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原因就是大概主要是卡在兵役啦。那不然的话，确实当下如果有那个机会是有可能会考虑，但是因为就是一开始就知道卡兵役，所以就没有去做任何的申请的动作。了解了，所以就也没考虑。当下就没有其他退路可以走。我是说，当下没有其他路可以绕过去。那时候你有研究这种事吗？其实那个时候你还是要面对一个现实状况，就是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啦，钱也花的差不多，然后学校这边也台湾这边的学业你也要把它收尾，所以两边都要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是交换过去那个计划。对，了解，难怪会卡住。大概是原因是这样子。因为台湾弄过去的。对。所以为什么没有读到博士班才回来？一个蛮大原因在这里。再来就是博士班其实在国外读到硕士，其实要就业，特别到以吉尼尔，其实已经够用了。是啊，不一定需要到博士。对，没错。所以也评估说不需要到博士。然后回到台湾读博士，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就是我那个时候的教授，就是我的指导老师，是我很崇拜的老师，所以他研究领域是我喜欢的，所以我才会特别回来再跟着他去做这些事情。可以透露他的名字吗？可以啊，就是台科大的林渊祥老师啊。林渊祥老师。对，他是专门做生医电子老师，但他现在应该是已经台科大的系主任了嘛。系主任。是蛮厉害的一个老师，那没问题。所以我跟着他，虽然说有点丢脸没毕业，上面也学到很多东西啊。是。那所以才转回来做生医电子，然后生医电子最后为什么没有用生医电子创业，而是用 IoT 物联网创业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抓到了一个 IoT 的理由，那个时候我们瓦肯甚至还到美国加速器去，所以其实是那个 Hex 嘛，对，就最大的硬体加速器，对，所以其实是有不错的成绩的。那时候去了多久？我记得半年还是1年？2个月。那时候给你的收获可以分享吗？其实最主要的收获还是，瓦肯最后没有打进美国，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还是当初一开始设计是跟电锅做结合。他们那边没电锅。那边他们有 slow cooker， 然后有一些周边，但是这些东西要做就不太容易相容。那不容易相容的这个前提之下，那个时候其实 Hex 就是他帮你找资金、找投资人。那他确实也帮忙做这些事情，学会了 pitch 啊，学会了一些所有谈论，甚至跟那个 retail 的沟通、negotiate 的一些条件怎么做，其实都有去做跟学习。那最后没做，就只能说就是自己比较胆小吧。怎么说？最后还是没有去把这条路完全走到透。然后真的好好的一家 sell retailer 一家去拜访，然后真的开一家美国公司，认认真真的去经营它。这件事情最后还是没有达成，最大的原因就是有点退缩了。有点退缩了。可能是不是业务的那种性格嘛？不是业务的性格。那时候团队里面没有一种专门。我觉得是走太快，因为那个时候台湾这个东西在台湾发机嘛。是。然后台湾发机之后，我们在台湾做300多万的群众募资成功。那时候你们是在 Flying V 吗？我们在泽。对，那成功之后，我们就一路就飞到美国去加速器了。对。然后就台湾那边就荒废了2个月。平常心讲就是。你们整票人都去，大家都去美国了。快要几乎是这样，一定是整个去的啦。我们觉得在台湾这边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做，没有问题。但是后来发现留在台湾的团队失去了2个老板之后，
甚至失去当下是有3个老板，3个老板都去美国之后，台湾团队的进入了品质了，也不是他们有点就是被限制住，因为老板那边一直丢美国的资讯进来，然后他们台湾这边又要继续做，到底他要做哪一边，他有点乱掉了。哦，乱掉了。哦，对他发展方向有点变。那时候我们甚至应该要两边各开一个公司，甚至3个口方的都有在讨论说，那到底要该怎么办？到底是我要不要哪个市场，什么之类的。最后发现我们的台湾这边的总部已经开始站不住的时候，他回来，然后他准备要再弥补的一些，其实就已经慢了啦。所以也会这时候也为什么会退缩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现后防出问题了，或者后面补给出问题，台湾的那个成长没有想象中预期的那么的顺利。我们那个时候也找了爱料理，找了爱料理那个各通路，甚至到了百货公司的通路，我们都进去了。但是就是起不来了。但这起不来也不一定是我们的团队能力不足。很有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所有智慧产品 DIY 的这些商品，其实台湾这一些做下来，失败的居多啦，就是环境跟风气还是不够。这还是可能最大的一个原因啦。所以发现这些东西，我们之所以会最后收下来的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跟这个有关，比较不是说美国没有成功或美国没有这样。所以主要就是市场回归到市场本身，然后发现我们的他比较没办法以台湾为基础，然后放量到全世界。那如果你这件事情说回来的话，如果重新可以再来一次的话，我比较想做的方法的话，就会变成是，我如果既然要去做全世界市场，我可能就会直接用全世界的角度，可能美国的加速器就用美国题目直接做。我不会用台湾的题目做，因为台湾的题目真的要量化到全世界很有限。台湾人真的很特别，台湾人有地域性的，对，很容易有地域性的，很容易，对。那个时候再走更前面一点的是欧肯玛，那时候你们有参照他的什么策略吗？这种市场扩张？我只有参照他的走美国加速器的策略。对，但是欧肯玛，其实你看他也是很辛苦啊，一路。也是最后收回来台湾，然后最后收回来台湾之后，也到现在也还慢慢的，也就是没有那么有名的。因为他们后来美国市场好像主要他们就也走美国市场那边。他们主打美国市场，但是美国市场他又打不上去。最后我发觉他们也是就是主打美国市场，台湾生产。我可能也是台湾生产。台湾制造业真的太强了，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台湾做不出来的。对但是就是我们一起共同面对的同样的问题，就是市场最后这样的 DIY 产品，你很难再做迭代，你很难有第二笔资金，让你再做一个硬体，然后让你再继续把群众再聚回来。了解，所以第一笔资金就要针对美国的客人去做打造了，而不单单是这样子，应该是说如果你要做硬体创新、硬体创业，你可能你不能把你所有力气摆在第一关而已。你甚至你的第2代跟第3代，你就要留资金才去做。你在募你的第一笔资金的时候，你要跟人家知道的就是，我这边只是一个开始，后面第2跟第3代会是什么东西。我就一路拉上去了。我从头一进来就知道，我的资金就是我到第3代可能我就要1亿的美金。那我要1亿的美金，我就告诉你说，我最后我募到1亿美金，这个公司才会赚钱，因为我要到第3代之后，整个量才会起来。你一开始扩大整个 roadmap 可能就要够远，对，然后钱才可以一次要到位。对，你像那个，你就没办法往下。我不知道我这样观察是对我说，至少 Anova 他当初在最后被伊莱克斯投资的之前那一阵子，他的 Anova 出到第2代，甚至他还有 Nano， 甚至 Anova Pro。甚至最后他要做 Anova 的 Oven， 这一系列的东西就一路这样上来，所以他有一系列的roadmap 的产品系列跟他的一个生态系要起来，所以这家公司才会想要去投资它。但我们不管在 Elkama 当然这样讲不是很公平，因为我毕竟不是 Elkama 创办，但至少以我来讲，我当下已经没有力气在做第2代跟第3代的产品了，没办法变系列产品，对，没办法再上去，然后手上的资金也喷得差不多了。这是当下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但不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一路做上来，其实你看现在智慧电锅
也是很流行的。是啊，然后几个大厂都持续在投入智慧电工，所以当下如果说有那样资金在往上跳一级，开始真的做台湾的人的锅，我们那时候其实有一个梦想，这图都画好了，我们希望有一个台湾人的锅。对，那时候就是搭配大同电。不是，我们要重新再做，我们要 redesign 一个新概念的锅物。然后这个锅物里面就包含到了这些功能之外，它还会跟对台湾特有的每一个米去做一些设计。但我们的想法我们那个时候有点被讥笑说你的视野太小，因为同一时间有一个竞争对手叫什么？叫 Instant Pot。Instant Pot， 我说我管你什么米，我管你什么东西，把你丢进来。台湾的团队还是 Instant Pot 好像是大陆的团队吧？然后他在 Amazon 上面就是我已经获得破亿了。对，亚马逊。对，他上面得到很大的成功啊。然后因为他一个 Instant Pot 他$100而已，才3000块台币，$100对美国人不算什么。对，所以那个它是一个像一个普通一个压力锅，一个压力锅，一个大压力锅。那压力锅里面你要做优格也可以，你要做那个温控啊，八宝粥要做什么，它都可以。哦，它就好不好吃？没有气炸锅功能而已，没有气炸锅功能。那好不好吃？堪吃。OK， 红酒炖牛肉堪吃，可以，没问题。它可以把温度控在某个温度，它可以，它也可以做舒肥。那时候你们这台是温度也超精准的，它0.1度。对，它要精准也可以精准，也够了，也够它做料理的精准。但就是它每个东西都做大概就60分到70分，那就很广，那什么都可以做。那我们想要做到很细，我们想要做到，甚至每一个米对那个米都有特殊的曲线来煮这套米最好吃。温度曲线，我们那时候的梦想是这样，但是说真的，最后。这么漂亮的梦想，你要有足大的市场去支撑。但是多少人有办法对吃个米有办法吃到这么细？对，你的老饕。对啊，然后我们就是追求到太极致。对，所以最后那个东西就最后没有成功的一个蛮大原因在这。是人家Instant Pot3000块可以做，我可能要卖到3万块。那整个就价值感就差。同意。这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在开发产品的时候，每次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要做给大众人都可以用那很便宜的东西，还是说做高端的？这件事情永远是depends，对，绝对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比如说，没错，小米的这个灯，它很便宜，1000块，该有的东西都有。对，但是目前台湾最流行的露营灯又叫 N9 一颗6000多块。它设计也很漂亮嘛。就是比较刚性，但它很亮，超亮爆亮的。那但是就是里面有电池，很方便啊。那个灯就大卖，但其他的周边那种小型的灯具就是不一定大卖，而且有点像薄利多销。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depends 在你的社群或你的受众里面，面向会不太一样。对 ，OK。像这种比较更高端的，是不是底层逻辑就是真的是要靠比较大的资金量体去撑起来？你觉得？小米不有钱吗？你初始启动，但你真的，因为毕竟小米它有时候会跟你的品牌印象有关啊。对，你的品牌印象里面就是人家觉得那个小个短袜，然后它设计款并不是什么因为你既然在露营这个族群里面，它很多个性露营或风格露营的东西，他觉得你就是跟我的个性跟风格格格不入。对，那他就红不起来，他就是红不起来，所以这个东西会跟你的 TA 有关啊。你现在 TA 对你还是要去，我们那时候一直在做 persona，然后去做你的使用者的假定，所以这件事情做出来的结果还是跟你的产品会有直接的面向。对啊，你的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对你最大的受爱，最喜欢你的东西，然后它的量是最大的。这件事情还是要回来去反观这件事情。对，像这个热情这一块，之前有个朋友就有让我反思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以这个人口来说，大部分的人可能连花心思找到他的热情的那个机会都没有。就是他有的说法是，我们要做出来的产品应该去服务那一种已经达到他知道他自己热情是什么，他喜欢什么东西的那一种人。如果是服务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的话，反而会很难去做。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想法？这件事情呢，
我把它解读起来叫做民众教育，或受众教育。你今天讲这件事情，是因为你选择了一个战场，是你的 TA 是不需要教育的，所以他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他给他这个东西，他就知道怎么用。对，像民生必需品，也不一定是民生必需品啊。我刚才讲，比如露营的灯这件事情，它也各种灯可以选，为什么要选你最亮的？对啊，然后所以它一定有它的一个，但是它解决的问题就是它的不需要教育这件事情。对，那你另外的一个东西，有些东西就是你需要教育之后他才会，是，或有教育之后他才会习惯。那这个真的就很难讲，到底是要走哪一个？但是如果你要走的是需要教育，我们的瓦肯的经验就是这样。如果你要教你的使用者用，你才会用，没有不够直觉的，你就很容易踢到铁板。使用者的使用观感就真的很容易不好。当然有很多突破这个案例的人啊，比如电动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家最后还是可以为了这件事情，你撑得够远，撑过去的就是你的。但重点你要撑得过去啊。是。当然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是为什么你要选择一个不用再教育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用再花那么多钱，我就可以直接教你，你就拿到就会用，你就会拿来就会玩了。所以我觉得原因是在这里，你说那个兴趣原因就是不需要再教育，他已经有这个感知或这个意图。对，这个意图。那再回来讲另外的东西，就是我们都一直在讲说我们那个时候在训练的时候一直在训练的就是什么解决痛点。你到底什么痛，然后才决定做这件事情。那但是因为我要做的事情，说真的好吃好玩有趣这件事情来讲，它比较像是 nice to have， 我没有到影响到我没有这些有好吃好玩有趣的东西，我人生一样可以过。对，所以它有点像养点。对，你就很难去，就像我们当初夜市那边讲的，你找到痛点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对，后来发现根本那痛点，它不痛，真正痛点就是民生必需品嘛。现在没水喝，你就疼痛了。对，非得喝。对，非得喝，就是油没得加。对，那你那就是回来就是可能也许升职啊，升职人员也是生意的需求可能才会比较大。我后来就想说，好像大部分产品是开发人的感知，在你的刚开始你露营融入你生活的前面，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探知周围世界的人嘛。对啊，当然这没有问题啊，因为露营就是不断的探险，就是你的感官就是打开了。那对于那种就是有普罗大众，他平常就是生活忙忙碌碌的，然后眼睛没办法再看到别的地方的那种，你有什么建议？没有什么建议，没有，我觉得好好就是享受它，就是我们这样，没有，你知道为什么这年头露营会这么的夯？我们就是讲最大一个重点，就是换个地方喝酒。OK， 你可以去探查不同酒喝起来是什么感觉，对不对？对，所以他换环境心境就不一样了。今天来交换酒品。对，一人带一支来，一起来分享，看他每次酒喝起来怎么样。这也是露营可以有的选。那喝完之后，你又不用担心酒驾，因为旁边就是帐篷躺。对，这是差别最大的。先来露营就对了。我觉得他有什么？对，我觉得先把你的先来露营就对了。先把你的原本的这种死的节奏先打破。对，打破那个 routine 的，对，打破，然后你自然而然就是你的心胸开阔，都包含到你的工作，你会更开朗，对，做起来会更方便。这些爱露营，我认识这些爱露营的爸妈们，其实他们的工作都非常的精彩，会增进整个效率嘛？增进效率我不敢讲，但是至少他回去工作的时候，他的心情一定会 OK 的，他绝对不会都闷在那里，压力好好的释放掉，对，然后亲子关系绝对变好。亲子关系，对，因为大家一起过，好处多。对啊，所以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了，就是回归到自然的怀抱里面，把自然这些事情就会变得更快乐。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露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投入野外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所以到你后面的露营的经验，你会认为露营算是个群体活动，比较，它是以群体活动的形式存在会比较。没有，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露营还是以家庭的形式，我会比较好容易解决，因为解决我现在带小孩的问题。但如果今天有机会不要的话，我不至于到群体，至少我2个人为单，我不太喜欢一个人自己做这件事情。我知道2个人跟我的，你从你的初始不一定是跟我老婆，不一定跟我老婆，我觉得跟我的
那个好朋友男生的朋友、好朋友去，有2个男的也可以。去冒险，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棒的。对，那所以这个没有说一定是群体或什么之类，但是有一群人又会有那种部落的感觉，又回到了那部落了，对，那个部落了，一群人，只是我们没有原住民那么会唱歌，那么会跳舞，但是至少我们一样围了一个萤火，对吧？然后大家那边喝酒，然后那边聊八卦，然后这边骂老板，或者这边聊什么聊政治，骂这3个候选人，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何乐而不为之啊，对吧？然后有时候球季一到的时候，那个因为现在露营区网络都很方便，有投影机，投影机一架就看那个世界杯，一群男人在那边在野外大喊，多舒服啊！所以这是有别于在酒吧里面的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感觉。所以算是舒服形式的露营。那你有喜欢克难形式的？就是也没有网络，什么都没有。那一种有点像是荒野求生的那一种。荒野求生，我喜欢看别人求生，喜欢看别人求生。然后我偶尔会去在我的舒适的露营里面去展示那个露营求生能力，比如说用打火棒就可以把火升起来的，比如说我的劈柴的力量，然后甚至于就是怎么那个切生鱼片，怎么样？我们有时候会去买一些牛排，然后切牛排分，然后那个做烟熏牛肉的那种感觉。对，那这些那个野外求生的技巧，确实我们会想要去实践在我们的露营，但是真的你何必把自己，我们目前还没有想把自己 push 到那边，但是我敢说，我相信在末日来临那一刻，我应该活得还不错。我应该活得还不错。我的技能点得很歪啊，我水上的钓鱼技能有，各种野外求生的技能，我植物技能也有，然后我养鸡的技能也有，养小鸡，养小鸡的自己孵育小鸡、捡鸡蛋，这些技能我也有。然后露营更不用讲，搭建露营营地的更不用说，所以我真的。我看那个荒野求生，他是砍一堆木头，然后直接架起来。架起来啊！我都有在看，我都有在看那些东西。不能穿衣服，只能带着2根，有点夸张了。那我们要获得100万，不要那么懒。那个是要获得奖金不一样，要获得奖金的，我们可以快乐一点，我们活下去就好。对，哦，很不错，所以你对现在这种新进的年轻人，他如果现在不想工作了，想要去干一些什么事，然后迷迷茫茫的，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你会建议他有什么？我不太能够，因为每一个人他遇到的状况跟家庭条件各个方面的都不尽相同。是，但我真的很欣赏现在几个年轻创业的案例。我真的不求，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要求说，我就是要像。什么台湾怎么要天独角兽，我要一飞冲天，我要就是接待上去这样，我觉得倒是不需要，因为台湾真的不太有失败的本钱，相对国外来讲，你搞那么大真的是一屁股再一赔就是3、4千万，甚至是破亿的，那真的是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起。是，但是换过心来，但是对于你有兴趣的事情，你把人生走得透彻，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我当初在做丙级训练班的时候。丙级训练班 SUP 的那个立奖的丙级训练班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年轻的教练。那这些年轻教练，他们当初为什么来当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有一个梦想，他们想要进到你讲的，就是到离岛去。他们想要开一个离岛，因为他们常常在当小帮手，带着他们去离岛旅游的人去探索。他们有个梦想，就是他们想要成立自己的。他们觉得他们有自己核心的一个旅游的行程，希望推广给来那个偏乡的朋友们去玩不同的东西。那只要你认真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学上你的技术技能，比如行销的技能，比如说多媒体技能、影片的技能这些东西，好好把它行销跟做好，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创业的训练。对啊，因为你真的。不一定你的一辈子里面每一次遇到都是一个可以爆发的独角兽，但是你会遇到一个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把握这件事情的创业会比什么都不简单啊，不简单就是对那。我就蛮欣赏这一类型的创业团队。那这个团队，你慢慢的演变到最后，甚至于就变成我也认识到比较规模型的，我
我像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叫做宝岛野孩子，宝岛野孩子，宝岛野孩子，不是那个宝岛金香团，不是那个，是宝岛野孩子。那为什么叫野孩子？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老板，喜欢登山，喜欢滑雪，喜欢 SUP， 喜欢水上活动，甚至喜欢滑板。他把这些他喜欢的东西结合起来，然后集合一群朋友们，然后帮这群朋友想我怎么帮忙把它变成课程，然后带更多人进来喜欢这个世界，然后变成这些人的收入。它是实体课程吗？当然啦，你讲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是实体，他还对呀，因为它是实体课程，那它就变成了一个 business， 都变成一家公司。这个，我觉得这种新创也是让我很欣赏的新创。OK， 不用一定每一个都一定要独角兽，但是我觉得把你喜欢的日子，把你的那个精彩的方法展现出来，就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对，虽然它有规模的限制天花板在，但是就是还是但那个天花板，因为它也是只能带这些人这样子。当然，如果除非告诉我人生就一定要开豪车、住豪宅，是啊，我不一定要追求无限大快乐。对，我觉得是有限。对啊，我觉得追求是人生的一个快乐。那当然，你有他把这快乐分享出去、扩散出去。对，那当然在你的求学，因为现在台湾很多的创业机会，但你的求学机会，在你不会影响到你自己没有后路的前提之下，你有找到一些独角兽的机会，当然你去 try，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嘛。对，只是真的在台湾的失败成本高，真的好高啊！那个投资的资金也都少很多，对吧？对，资金的少跟你整个社会的压力是最大的问题。社会氛围，对社会氛围，在国外倒就倒了嘛。我再创第二个就好。对啊，在台湾倒了就挫赛，你就挫赛，人家就觉得你曾经倒过了，我要投资你干嘛？然后你那个倒闭就可能把你身边所有朋友都得罪光了。对，是氛围不一样。可是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在台湾这是阻力最大的部分。对，这真的是很大。我真的有时候常玩笑话，就是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建议他去创业嘛。这个是我真的有时候于心不忍的部分。当然，你今天你告诉我说你已经有准备一笔钱，可以好好的冲刺，然后也大概可以跟朋友一起投资到1000到2000万，你也确定这1000到2000万的资金归零了，你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那我觉得你当然是可以冲一把啊。但你告诉我说你要就是背水一战，这个我真的觉得背水一战。人生还有很多可以尝试的。其实跟你那个对于露营的追求是一致的，你就不是要从零硬干的那种。对，我觉得这个跟余裕的那个，对，这可能跟台湾很多创业的导师们的观念相反，但我个人觉得，这比较适合台湾。如果当然你告诉我今天你有这个机会，直接到矽谷或者直接到东南亚、新加坡那边去创业，那也许是另外一个故事。对，但留在台湾本岛创业，我觉得把台湾的亮点展现出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了解。当然你有这个机会啦。如果真的有机会有大老板投资你，那是另外一个，那又是另一个故事。最后想要再请你分享，那接下来你的频道以及你整个露营的计划，未来你有什么规划？好，频道这边大概就持续就是跟着我的露营的频率不断的更新，然后会去探索台湾各个我比较想做的露营，不会单纯的露营开箱，而是露营还能做什么的。接下来纽西兰也会拍到里面吗？应该会拍，但是那一集可能会是一个大企划，会不好拍。我团队去吗？但不会带摄影团队去，团队我跟我老婆，但是我3个孩子是最大的变数。这真的是就是。你是说几月的时候？大概5月份。5月。5月那未来如果真的有剪辑，那就等到7月8月才会公示。每个人头上都一个 GoPro。我大概主力是360跟 GoPro， 然后再2-3支的手机大概。接下来会开启你全世界的露营的这个状态吗？这个第一站纽西兰之后，说不定会在台湾会，因为其实我也在看日本的露营，然后纽西兰露营，然后其实台湾目前亚洲这边要露营的话，日本跟纽西兰是一个很好的。那东南亚目前我还不是
推荐，因为它东南亚的山区跟偏远地区到底怎么状况不知道。状况未明蒙古有没有兴趣？有中国，我跟你讲是蒙古人可能会是下一个露营的很好的地方，应该地够大，相对蛮安全的。对，地够大，语言好，然后对啊去监狱他们的那个露营的事业蓬勃发展。哦，很他们蓬勃吗？现在很蓬勃。比如中国吧，中国的，我说的是蒙古，中国的蒙古，外蒙古对，蒙古不是中国，对，但是蒙古国蒙古那边的这个所有的露营资源还是来自于中国这边的资源要自己带去。OK，毕竟你是先入境，你是直接你知道蒙古是直接入境蒙古，还是先入境中国再进蒙古？我是走陆路，先从进中国再对啊，再穿过去，所以一切都还是要先经过中国才能做这些，所以你的所有的补给跟走法会是中国露营的一部分。我在猜测是这样子啊。那可是那边很适合我们不论政治这个因素，因为中国的光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岛，我们露营就这么多面向。我相信在中国大陆那么大的地方里面，它一定有更多的更大的湖、更大的海，然后更大的山，可以去看。那当然。已经被开发完的最标准就是日本的那个富士山，那个在富士山前露营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会去做。那你说开启全世界露营，当然一定会啊，包含我老婆一直很想要带回去挪威露营，然后就在极光下搭帐篷的。在极光下露营。对，但是冰岛应该可以露营哦。对，那也没问题，冰岛没问题，冰岛绝对没问题。对啊，这些东西都在做啦，包含我到全世界都想要到每一个用 SUP 打卡。所以你这个 SUP 也是你的主轴是？它也是一个，但我不一定到的地方要去滑一下。但不一定会拍成影片，但是会是我人生的一个，就是一个 checklist。那个是应该要空拍机的。没有360就很好做了，因为一个人你要空拍机，然后不一定人家国家愿意。比如说英斯塔360嘛。对，英斯塔360它就360度，然后它加3米的脚架上去，就画面还不错。那个掉水里会在？它可以潜水，因为它可以全防水啊。那全防水掉进去也没差。没差，我都整只插到水里面去。是吧？那它在水里面录影效果很不好。能见度不好，能见不太。如果没打光什么，应该不太。然后主要是因为它是360的镜头的演算法。对。然后它在水里的演算法整个就糊掉了。OK， 它的演算法也不太支持。然后你就要加防水壳。那目前它有一个360度防水壳，但你知道冰加了壳之后，它的效果绝对没有像 GoPro 那么漂亮。同意。大打折扣。好。所以你们频道接下来还要再做什么样的发展呢？我们接下来就是等你去完了那个纽西兰之后，你确定你后面不要了？我们就在不行啊，出国那是我的部分嘛。那频道接下来还要做什么事？对。其实我们今天算是第2集嘛。我们最早要开始录这个节目，是因为我们看到市面上有好多那种分享创业的节目，可是他们就注重在如何赚钱这一块。没错。但是我认为开启一个事业，最核心的是他刚开始那一个火种是怎么点，吸引人那把火，对他才能这样子一直往下做下去，而不是哪里有钱哪里赚。对，所以哪里有钱哪里赚，投资房地产不错。感觉上现在我们现在几个那个零元购，然后我就发现，我就发现身边有像 Sam 这样子的朋友，以及各式各样，他们都是有一个很热情的点，支撑他的人生这样往下做各种事情。对，他的露营的人生带给他力量，让他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创业往下做。他不一定是这个事业很赚钱，他就这样子做。对，所以我想要把这些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这些过程给记录下来。我觉得对我们后代蛮有帮助。我觉得这是我们一集一集走了。我觉得你可以不用急着走这么远，就是说真的要给别人帮助。但是我觉得你会发掘那些疯狂的创业 idea，或疯狂跌倒有效的那个有趣的笑点。而且，我觉得这些更有趣啊。对啊，我觉得台湾一般人他们都听到我们有在创业的，他脑子一想都是我们赚多少钱，每个月多少。你要知道，我就觉得很无趣。那个创业10个里面就只有1个成功啊！你不要去找那一个，找一个他没时间理你，然后找到9个都失败的，很多故事可以跟你讲，很多内幕消息可以讲，内幕该说，对，创业内幕，创业甘苦谈也是个经验。对啊，怎么被业师欺骗的？对，然后那个创办人怎么吵架的？然后那个怎么骂那个资
离破碎的，好多故事可以讲，好多内幕可以说。对啊，有一些女性的创业者，还有一些什么那你刚刚提个，到那个宝岛熊，我就想到那个宝岛静香林毅，之后也想邀请他来分享，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最近不是被诈骗吗？跟大家分享一下。诈骗，台湾的诈骗大国。他的诈骗是因为他创业而诈骗的。对。他不是因为他之前贪小便宜要买东西诈骗，是因为他创业做这件事情，为了他创业这事业而被骗。对，没错。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好好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来分析下一集，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Q 他一下，Q 他一下，take 他，期待他来聊看到底是如何被诈骗。创业都创业了，干嘛还被诈骗？辛苦他了，真的。哎呀，好，那再来的话就。你们的频道有没有什么订阅的原则啊？还是什么时间点定期会上传？我们现在目前预计每周会发一部片，但是有时候也要看每个受访者时间，有时候可能要到2周。希望是每周啊，像我们这个这一次希望是周更。这一次我讲太多东西，你可以把它剪个下一集也是我们的 Sam。我们可以分上半集录影，上半集跟下半集。露营你我他是创业甘苦谈的，创业我好怕。OK， 今天很谢谢 Sam， 不会，谢谢两位分享。我们频道名称叫，频道名称。我们的频道名称叫做要爆啦，要爆啦！为什么要爆呢？我希望点燃你们心中的那一把火。你可能看到某个故事，可以点燃你的参数。加油，加油，加油！不管是在录影的路上，或者是在路上，反正就给它爆了就对了。没错。好 OK， 好，我们的下一集。我们下一集等你纽西兰回来，等你吧。好像下一集有点久。不行，不能等到5月了，你要周更呢，到5月还有16周哎，无数个周更之后，欢迎再见到全新的 Sam。我希望就是慢慢的这个频道，期待你们就是不只是创业，而是创业者的日常故事。我觉得你也是可以分享的一个文化，因为让人家知道创业者是怎么生活的。那我是生活算还不错的那一群，那如果有一些生活的蛮辛苦的，其实我也就可以发掘看看。OK， 各种面向，加油，好，谢谢 ，OK，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好，我们下集再见，好，拜拜。